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现在阿富汗国内的具体情况是，塔利班占据了阿富汗的半壁江山，但美国依然有部分军队仍然滞留在阿富汗境内，这就导致了拜登不得不增援5000美军前往阿富汗掩护之前遗留人员撤离。毫无疑问，这样存在巨大的风险，而且一旦发生意外，那必然会使美国损失惨重。所以，拜登这样的一种举动让不少观点怀疑，现在美国不顾代价的强行从阿富汗撤出，是不是只为集中精力对付中国呢？对此，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认为，美国要遏制中国，这是一场战略博弈，需要倾全国之力动员所有盟国。但是说美国将阿富汗的投入直接转移到正面对抗中国的战线上，那就有点夸张了，因为那点资源实际上就是蚊子肉。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总共投入超过1万亿美元，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是一年平均下来大约也就500亿美元，而美国每年的军费为6-7千亿美元，也就是说，这场战争每年的平均开支仅为每年美国军费的7%。所以说，从阿富汗撤离的资源并不会直接用于同中国正面对抗。唯一需要警惕的就是，拜登会不会将这些资源用于干预台海局势。在拜登接下来在任的这几年中，台海问题将成为中美之间的关键。当然，也不排除这会是中美博弈的新突破口。塔利班的胜利使得一个词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这个词就是西贡时刻。说起西贡时刻，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曾经南越的首都西贡，在经历了漫长的越南战争后被北越控制，改名为胡志明市。而在1955年4月30号，西贡被北越占领的那一天，美军及其附属人员乘坐直升飞机和快艇，急急忙忙地逃往美国的航母上。美军当下在喀布尔的此间种种，就像是当时的情景再现。那有1有2就会有3，谁也不敢保证，继越南、阿富汗后，下个被抛弃的会不会是台湾？中国有句老话讲得特别好，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句话虽然不见得是对的，但放在美台关系上，形容起来还是比较贴切的。美国人既然能够抛弃一手支持起来的南越政权，又能够果断地置阿富汗政府军于死地，那凭什么不能抛弃台湾呢？根据媒体报道称，俄罗斯在北方领土部署军事武器，并打算进一步推动军事演习进度。很快，媒体对这一行为进行了过度解读，称其为不能被原谅的暴行。俄罗斯非法扩大规模的意图太过明显，这是典型的不怀好意。面对北方领土的沦陷，日本媒体发表了担忧，直言俄罗斯在侵犯日本领土，并呼吁日本民众一起抵触俄罗斯，鼓励军方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对其无理行为进行打击。面对俄罗斯的强横行为，日本无力招架。据报道，日本被小看的背后是美国霸权的流露。归其根本，很多大事的决定权并不在东京手中，而是由华盛顿全程操控。从现在的局势看，俄美两国的关系也像当时那样尴尬。在美国对俄罗斯实行一系列制裁以后，俄罗斯就表明和当时会谈的相似态度。在日俄两国会谈中，俄罗斯就表现出担忧，在两国谈拢以后，日本会不会屈服于美国，让后者在北方领土上进行军事部署？这也是在侧面敲打日本不要和美国过于太近，与虎谋皮终将不保。事实证明，俄罗斯的担忧不无道理。在日俄两国关系持续僵化的情况下，媒体多次提及美国，俨然有想让美国背黑锅的趋势。这是想拉美国下水吗？在日俄两国冲突升级下，日本面临着外交困境，或与俄罗斯直接撕破脸皮，让局势有所反转。面对着日俄两国针对北方领土的问题，中国表明态度，直言北方四岛问题涉及俄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不应该有第三方插手。而从日本联合拜登政府共同打压中国来看，前者大概率是没有把中俄两国的劝解给听进去。日本不仅不听，还把矛头直指俄罗斯。从美国打压俄罗斯来看，日本此举基本又是附和了。对于日俄两国的矛盾，美国大概率是不想插手的，日本只是美国用来敲打对手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而一旦触及美国根本利益，就会被抛弃。日本叫嚣俄罗斯，炒作日俄两国矛盾时，两国关系或会走向崩塌，而一旦真的发生，在日俄两国进行军事比拼时，日本获胜的几率又有多大呢？根据有关资料，俄罗斯军事力量排名为全世界第2，而日本只排第5。对此，一位美国专家道破玄机，直言日本获胜机会很是渺茫，因为一个顺从的对手，他能做到最好的交易就是退出这场混乱。众所周知，中国近些年来的快速发展，在美国某些政客眼里已经成为了一种所谓的威胁。他们担心美国的霸权地位会受到中国崛起的冲击，因此，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就近乎疯狂地拉拢盟友们对中国实施打压。
而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它也是在反华问题上跳得最欢的一个。近日就有迹象表明，美日加大了对华挑衅力度，而印度却似乎冷静了下来，想要拒绝插手台海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据美媒报道称，白宫日前对外宣布，拜登政府计划将在12月份以视频的方式召开所谓的领袖民主峰会。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到目前为止，参加此次视频会议的受邀名单还尚未出炉，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却在之前的一次众议院外委会听证会上曾明确承诺会邀请台湾参与峰会。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政府计划召开的这个领袖民主峰会，实际上就是一些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的民主国家首脑参加的会议，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承诺会拉上台湾参与这场会议，这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明美国承认了台湾作为国家的地位。毫无疑问，此举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也是美国采取切香肠方式挑衅中国的又一例证。除此之外，日本也紧跟美国的步伐，利用台海问题加大对中国的挑衅力度。据日媒共同社报道称，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前不久就会见了台湾所谓的驻日代表谢长廷。这个举动在分析看来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海问题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而日本在这个敏感时刻还与来自台湾地区的政府官员会面，这无疑也是在触碰中国大陆的底线。很显然，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非常清楚台海问题就是中国画下的红线，但是他们却偏偏明知故犯，企图以此来加大对中国的挑衅力度。然而，即便是美日对华挑衅加码，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盟友们都会跟着他们乱来。印度虽然也算得上是美国的忠实小弟，也很希望能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对抗中国，但是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海问题上，印度还是比较清醒的。在前几天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中，美国就还是反复强调所谓的中国威胁，并在会后还发表了独立声明，声称此次四方对话提到了台海局势稳定和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在印度发表的声明中，台海问题根本就没有出现，也没有提起中国的字眼。对此，有军事专家认为，这很显然是印度意识到介入台海局势的危险性，并且也看清美国不靠谱的一面。尤其是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印度就更是明白，在利益面前，美国盟友的下场必定是惨不忍睹的。因此，从印度这次急踩刹车并想拒绝插手台海问题的表现来看，他们远比日本要聪明得多。近期，随着美国对中国的干扰，一些西方国家以及对中国心存嫉妒的国家，也逐渐开始跟随美国的脚步，对中国进行打压和干扰了。他们误判了中国维护主权的决心，认为对中国实行一些干扰的行为，就可以扰乱其前进的脚步。但殊不知，这其实是一种极其愚钝的行为，因为这样做不仅压制不了中国，反而会更加激起中国的斗志。但可笑的是，一些小鱼小虾也在跟随美国的脚步，开始干涉中国的家内事了。前几日，立陶宛政府在未取得我国同意以下，私自在台海地区设立了所谓的代表处。中方一再强调，台海问题是我国的底线，不容许任何国家来侵犯。但是立陶宛这个总人口都不达300万的国家，却严重践踏了我国的红线。而这样愚昧的行为，也很快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据《环球时报》相关消息报道称，近日俄罗斯自由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称，就像美国人所说，任何国家都有自己在外交政策做出任何决定的权利，但是他们必须考虑后果。立陶宛这样的做法，完全就是在挑衅中国。从中国以往的态度可以预见，任何国家做出威胁中国领土完整的行动时，中国都会做出最严厉的回应。但是这个愚钝的国家却没有想到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立关系继续僵化，中国并不会失去任何东西。但是立方却不一样，他们要失去的东西很多。很显然，一个小国敢和中国作对，必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但是不论怎样，立陶宛政府应该立马向中国认错，请求中国能够宽恕原谅他们，这才是补救的唯一机会。此前，拉脱维亚就干了类似于立政府这样的蠢事，幸好他们及时道歉哀求，最后得到了原谅。现在立陶宛应该学习这样的做法。此外，据塔斯社消息报道称，近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已下令，白俄的出口货物包括钾肥等产品将通过俄罗斯港口绕过立陶宛，通过北极航运线运往中国以及印度等地。有分析称，白俄罗斯这样的做法有一定
定程度上可以认为，立方对中国严重挑衅，也引起了白俄的注意。中国市场是白俄罗斯主要的贸易出口市场，很显然此次绕过立陶宛同中国贸易，这就是站在了中国的立场。还有一方面是此前立陶宛停止提供港口给白俄罗斯出口钾肥的原因。但不论怎样，我们可以看到立陶宛的丧钟已经敲响，他们听从了美国的建议，这将会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其孤立，因为美国得罪的国家并不少，再加上立陶宛本来就是一个小国，没有太高的利用价值，所以将面临严重的灾难。